大家好，2024年11月14日上午刚结束了国宝松江城的深度散策，下午不浪费时间，马上直接开启今天行程的下半场，要从松江站搭车前往米子转车，然后再到全日本最神秘也就最有趣的动漫小镇水木茂的故乡静冈，也就是鬼太郎的故乡。来吧，跟我一起切入妖怪世界。一抵达米子站绝对不会走错路，因为要前往静冈，必须到专属的0号月台。这里简直就是鬼太郎的狂欢，从阶梯，然后一直到列车，满满的都是鬼太郎的各种装饰，非常的有趣。虽然这个车是比较旧型的，上面还在吹着电风扇，不过它真的有非常有趣的这个装饰所以我很喜欢。其实很有趣因为在以前这个静冈线它是一条，就是我们山阴本线是走东西向，那这个静冈呢，就是从米子往北，然后到静冈这个渔港，那其实它是没有什么观光的，导致后面整个静冈甚至整条线都要废线所以后来就把鬼太郎请出来，这个水木茂鬼太郎请出来，然后开始用这个鬼太郎做一个装饰，那甚至是列车都改名，列车的车站都改名，用鬼太郎的角色来命名那像刚刚经过的这个机场也叫鬼太郎机场这样子，那就把这个观光整个都打响起来，现在也成为这个山阴算是首屈一指前几重要的这个观光重镇。抵达车站了，赶快要来跟列车合照映入眼帘的就是前面这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大楼，然后它有各式各样妖怪的装饰，很有趣鬼太郎站。然后旁边就是站前的一个公园很明显就可以看到眼球的这个路灯非常有趣。一走出车站，站前公园呢，立刻被满满的妖怪青铜雕像包围。最亮眼的呢，就是有一座水木茂大师正在热血的执笔作画，然后鬼太郎和鼠男就在旁边看着他的经典雕像。那因为静冈呢是港口城市，空气里呢还会带着淡淡的海水咸味，配合这群栩栩如生的雕像，走起来是特别的舒服。那站前公园这边呢，不只有这样子的雕像，它还有把一些鬼怪呢跟这个公园，就是一些公园该有的设施运动设施这样子做一个连接，非常的有趣这个小朋友也可以在这边运动，来泡澡。天气是真的蛮好的，那它这个绿化也做得很舒服。那现在是秋天了，不过它这边倒是没有种很多，就是红枫的感觉。好，那肚子也饿了要准备往前走。进来这个大楼以后呢，然后我要来找午餐。这个午餐呢，我就选了这个回转寿司。吃回转寿司其实 CP 值超级高的，如果你知道的话，一查这个地图就知道这里静冈外海
刚好就是寒暖流交汇处，是全日本红储蟹和黑尾鱼产量第一名的魔王吉大港，所以嘴里知道的仙女有几个小时前可能还在对面海里游，是名副其实的产地直销。那继续往后走呢，这边就是搭船的地方。那这个船呢是可以前往世界地质公园银崎群岛，非常值得去的地方。回来这里是等船的地方，然后我走到了2楼。2楼有很多跟水木茂纪念馆有关的东西。那最重要是它有一个鬼太郎妖怪仓库，所以呢我就跑进去看这个妖怪仓库了。它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妖怪鬼屋。那既然都来了，那就当然要花钱了。那它其实是一个，就是有各式各样，就是跟这个漫画里面有关的鬼怪有会出现在里面。那它其实是有一个集章活动，但是实在是太暗了，对我来说非常的困难在里面要集章。那最后走到最后的时候呢，会有一个真人般的鬼在这边，但是我觉得他如果要吓我，他可能也会非常的困惑语言不通。好，结束这个鬼屋呢，就往外走，离开这一栋大楼。接下来就要正式的踏入这个水木茂大道，总共800公尺的一个商店街。那这边可以看到沿途它总共有177只的这个鬼怪刚刚经过妖怪的足汤。这177只的这个青铜雕像其实是非常值得收藏的，应该说拍照来收集一下这个照片。每一个妖怪都非常的有不同的特色，然后不同的形态还有表情。那水木茂大师笔下的妖怪，其实很多呢都融合了日本古代民间对大自然和昆虫的敬畏。你看这条街它其实心机真的很重，不止路边有雕像，那你如果抬头看的话呢，你还会看到路灯，它会做成一粒粒眼球老爹的形状。到了晚上亮灯，它还会直勾勾的盯着你。然后呢，路边的水龙头、商店街的椅子也会做成水泥墙和猫女的造型。在这边逛街眼睛真的会很忙，随时都要张开眼找角落的这个妖怪。因为我来的这一天呢是上班日，所以相对来说这个观光客不会算太多，逛起来的感觉也很舒服。这边的商店呢，其实都蛮有趣的它都是非常的有这些妖怪，就是融合了大量妖怪元素的一些传统商店，这样其实是很好买的，就是不得不会停下来，然后好好的逛一下这样。那接下来呢，这边是一个妖怪神社，然后它有就是像一个神社一样有这个绘马。然后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外面这个它是一个眼球会转来转去的，非常的有趣。那再来呢，我就往隔壁的这个商店移动，也是一样有非常多鬼太郎的纪念品。说真的是，其实它很多
就是每一家都有很类似的纪念品，所以要稍微看一下，那也可以比一下价格。走到哪里，只要是灯泡就是眼球，非常的有趣。说真的，这一段寻宝路程真的是完全不会无聊，但是呢，肚子会饿啊，所以我就在这边找看看有没有食物可以吃。街道这边刚好被这个河流就穿过，有很漂亮的红枫。那这边有一些房子，然后它写大正，有大正时期的一个风格。一样有很多的小型的鬼怪、妖怪青铜雕像。再来这一段呢，它上面是有一个小屋顶，这种就是蛮典型的昭和风的一个商店街。那最后真的受不了了，我就找了一家非常的有趣装饰的一个店，然后来吃这个是这个印着鬼太郎图案的一个红豆饼。哎呦！说好吃吗？我已经忘记好不好吃了，但是是真的蛮有趣的。最后一段商店街，说真的是很多东西都很想买，但是背包没什么空间了，只好都拍照拍起来，然后存在硬碟里面吧。快到了，距离这个水木茂的纪念馆越来越近哦。那当然，其实刚刚如果有仔细看的话，它是有这个小型的接驳巴士，如果真的走不过来的话，也可以透过接驳巴士过来。看到这个红色，就是有红色一条一条的这个围栏哦，终于抵达了这个水木茂的纪念馆。这里面呢是不能够摄影，但是可以拍照这样子。那所以呢，我就等一下就用这个照片来做一个呈现。那在2024年的4月20日，全新证明落成重新开幕，刚好是为了纪念这个水木茂大师的这个100周年的诞辰这样子。那刚刚有看到他的这个义肢，那如果对这个水木茂大师就是有了解的话，就知道他这个故事。那他的故事呢，就是在2战时期呢，被征召到南太平洋打仗。那左手呢被炸弹炸断，在没麻醉的情况下，活活的被锯掉。一个左撇子回日本后，硬是用右手学画画，然后单手创造出整个日本妖怪帝国。这种呢，在逆境里低头硬啃的生存意志，才是真正硬核的战神。那参观完以后呢，就来到这边它的纪念品区，一定要看一下的。日本的展览的纪念品区都是非常值得买。那要离开之前，还是要来拍个照。这边真的有很多很值得拍的地方。然后旁边有一个这个很有趣的
非常吸睛的红白相间的圆球慕斯，外观做的惟妙惟肖，虽然看起来有点魔幻，不过吃起来倒是意外的好吃眼球大餐。那继续往旁边走，为什么要走呢？因为这边其实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景点这附近继续往后面走，这边的商店街看起来没有那么热闹了，但是真人的鬼太郎，原来是呢，他在他旁边的小巷子这里走过来，会到一个妖怪乐园。这里呢，就像一个复古的园游会，到处呢都是可以合照的巨大妖怪看板。比起刚刚在街上的这个小型的这个青铜雕像的话，这里的大型的这个妖怪更值得来拍一下所以不要忘记要走过来这里，简单的来拍拍照吧。好，那继续往旁边港口这边走呢，会经过一个很有趣的小神社，这里就是港神社。那港神社的这个鸟居是水泥做的，非常的特别。那简单参拜完以后呢，又回到街上经过妖怪馒头，这也是很值得鬼太郎的角色做成的这个馒头，也是很值得的买的一个这个纪念品吧，算是土特产。再来呢，就要沿着同一条路往回走了在往回走的路上呢，可以看看有什么想补货的。不过我倒是没有买因为背包真的放不下了，没办法。走到这边已经可以看到车站了。最后在这个旁边，这里有一家土特产，还是绕进来看了一下，看看有什么纪念品可以带回去给实验室的同仁。没办法，在日本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回到站前的这个水木茂大师的雕像。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下一部前往米子城的傍晚的影片，谢谢。